我及笄里那日，池景年顶着家族压力，带着他的白月光前来退婚。哪怕婉婉出身贫寒，也是我的此生挚爱，你莫要纠缠，坏了自己名声。父母怕我伤心，将我送去了洛阳3年。再回京城时，池景年已经和叶婉婉成婚2载。在我的接风宴上，那个宁愿和家族决裂，也要迎娶叶婉婉的池景年，却神情厌恶地指着叶婉婉怒斥：“谁让你出来丢人现眼的？还不赶紧回府去！”得知我回了京城，手帕交，游落雪准备给我办一场盛大的接风宴。他是皇家郡主，又与我交好多年。当年池景年同我退婚时，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为我鸣不平，所以我的马车连自己的家门都没停，径直驶进了郡主府。游落雪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，却有些不放心地问我：“青离，武安侯到底只有池景年一个儿子，哪怕他当年行事太过荒唐，也只能由他继承世子之位。”我在洛阳也听说过，武安侯原谅了池景年，如今他又是风光霁月的世子爷了。游落雪怕我怀恨在心，近年来边关不太平，皇帝又仰仗武安侯平乱，我与池景年继续交恶，并非明智之举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我已经不在意了。何况这次回京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亲事。接风宴来了不少人，除了和我关系不错的女眷，自然有看笑话凑热闹的，人人都笑脸相迎，表面也算得上其乐融融。宴过半晌，门口传来通禀声，竟然是武安侯世子池景年来了。众人顿时鸦雀无声，齐刷刷看向我。我面无表情地抿了口茶，瞥了眼迈进大厅的池景年，他抖了抖肩膀的雪，立刻就有丫鬟上前取掉他身上的大氅。抬头，他清冷的眸子对上我的视线，我们都有一瞬间恍惚。3年前，他为了出身贫寒的叶婉婉，闹着要和出身名门的我解除婚约。我想着人多口杂，又关乎婚姻大事，应该私下协商解决，就劝他道：“婚事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退婚应由父母做主才是。”叶婉婉躲在池景年怀里，插嘴道：“姐姐何必羞辱我这无父无母之人？总不过是姐姐不想放过我们，拿出父母搪塞罢了。”叶婉婉父母双亡，在兄嫂手里讨生活，她一介布衣，连县尉女儿都可以踩在她头上，想要进侯府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池景年信了叶婉婉的话，认定我是在以退为进，要阻止她奔赴真爱。穆青离，收起你虚伪的嘴脸，你明知我父亲不会同意，才这么说的吧？他面露嫌恶，出口的话更是让人难堪。野狗打一棒子都知道跑。穆青离，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，非要我把话说得明白？哪怕婉婉出身贫寒，也是我的此生挚爱，你不要以为自己身份高贵就端的一副做派。说完，他还觉得不够，斜睨着我冷笑：“还是大家闺秀呢，这痴缠做作的样子，倒是像极了青楼妓子。”几句话引来了轩然大波，也将武安侯府与我太师府的世交情分彻底断了个干净。那日他毁了我的及笄礼，让我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武安侯亲自抄着刑杖，将池景年按在地上，当众打了整整20下，为我出气。池景年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却咬着牙一声不吭，只是眼底的愤恨仿佛要将我烧成灰烬。明明该恨的人是我才对。最后是叶婉婉哭着跪倒在我脚边：“婉婉错了，婉婉愿意离开年公子，从今往后，婉婉再也不出现在您面前碍眼了。求穆小姐大人大量，开恩放过年公子吧。”他惯是擅长这种手段，当初他也是这样楚楚可怜，一袭白衣出现在官道上，疾驰的马来不及停蹄。池景年英雄救美，同抱起身形瘦小的他痴痴凝望着池景年，一包眼泪簌簌而下，还未来得及说什么就晕了过去。我能看到他苍白的脸上除了有泪还有微笑，他惯是会用这楚楚可怜的样子将我架在火上烤。我忍着满心的酸楚，维持着世家贵女的体面，对武安侯行礼：“青离自知高攀不起武安侯府，愿成全世子，另寻沧海。”最终父母决定取消我和池景年的婚约，我不想让两家因为此事成为死敌，又念及曾经的情分，我带着伤药去看了池景年。池景年狼狈地趴在床上，看向我时，眼中带着心满意足的畅快。穆青林，算你识相。若是你当时为难婉婉，我定与你不死不休。如此难堪，我与他青梅竹马的情谊被撕了个粉碎。我的大度与端庄维护住了太师府的颜面，可自己到底被池景年连累了名声，尤其是池景年的那些跟班，甚至打赌我何时会放下脸面求回婚约。我不再参加任何宴会，整日闷在屋中，连踏青和小姐妹的生辰宴也不去。父母看在眼里，心疼极了，他们怕我抑郁成疾，
将我送到了洛阳的外祖家。这一走就是3年。我看着池景年，他早已没了当年的桀骜不驯，黑色的锦衣衬得他面如冠玉。他长得不像5大3粗的武安侯，更像是去的侯夫人。我也曾被他的俊朗所吸引，为我们有婚约而沾沾自喜。千帆过尽，物是人非。池景年在我的目光中顿了一下，笑意爬上眉梢。他大步朝我走来，我转头看向游落雪，他的脸色也并不好，因为宴会的帖子根本就没有送去武安侯府，不请自来，终是有些失礼。池景年先是对着游落雪行了一礼，然后语气轻易地问我：回来怎的也不说一声，我也好去城郊接你。前些日子京城下了大雪，路难走。他抱怨的样子仿佛回到了从前，我们之间没有第3个人出现的时候。我眯了眯眼，心下微微烦躁。池景年不会不知道女子的名节有多重要，被退了婚的女子，哪怕错不在她，也会遭受世人的非议和嘲弄。如今他又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，让我如何能不怀疑他的目的？见我迟迟没有说话，池景年苦笑一声，直截了当：当初是我太年轻，太鲁莽，伤害了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我今日厚颜无耻过来，只想求你一个原谅。他挥了挥手，跟来的小厮立刻端上来一对东珠。这对东珠是武安侯平乱有功，皇帝特意赏赐的，拿它做礼物，不可谓不贵重。池景年捧起那对东珠，满眼希冀。青梅，我们青梅竹马长大，那么多年的感情啊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我环顾四周，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，更有巴结武安侯的世家子弟站起来。穆小姐怎会是斤斤计较之人？武安侯世子多虑了。石世子文武双全，冠绝京城，如今愿意放下身段求和，穆小姐定然消气了。那都过去3年了，一笑泯恩仇啊！穆小姐就大度的原谅咱们世子爷吧。池景年在声声的附和下勾起了唇角。我扫过为池景年说话的每一个人，当初也是这一张张嘴脸。讥讽我被人退了婚，笑话我太师府不会教养女儿，甚至打赌我会痛哭流涕去武安侯府大闹。现在他们又劝我大度，我凭什么大度？凭什么原谅？压下心底的怒意，在池景年期盼的眼神中，我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有劳世子挂钱，倒是听闻世子与夜晚五姑娘成婚良子，得偿所愿。世子的大婚我也没送过什么贺礼，这东珠还请世子收回去，全当我借花献佛了。池景年的笑意僵在了脸上，在听到叶婉婉的名字时，他不自觉地别过头去，就连呼吸都重了几分。池景年这副难以启齿的样子，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那可是他心尖上的姑娘，为了叶婉婉，池景年坏了名声，丢了助力，甚至不惜和家族抗争。怎么如今问及，却是这般不愿提起的样子？我又看向刚才那群站出来说话的人，他们都尴尬地坐回了位置，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。游落雪摆摆手，让丫鬟给池景年带到了空席上坐下。他沉默地举起杯子，狠狠灌了自己一口。游落雪冷哼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我没有接话，池景年早已在我的世界淡去，不值得我去关注。我和几个小姐妹聊起了洛阳，那里虽比不得京城繁华，却更多了些自由和烟火气息，夜里也没有宵禁，东市西市可以在灯火通明中热闹一整晚。就在我笑意盈盈的讲述中，池景年听得专注，他突然插嘴道：果然还是南边的风水养人，青离可比以前更加明媚活泼了。那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总是端着大家闺秀的架子，让人见了就想欺负一下。他话里不加掩饰的暧昧，让热闹的气氛又是一致。顶着众人揣测的目光，池景年似乎没发觉自己有什么不对，还自顾自的回忆：有一年踏青，你的纸鸢落在了我家树上，明明你踮起脚就能闻到，却哭着跑来寻我。众人的视线在我和池景年身上徘徊，我抬眼就对上了池景年带着笑意的目光。我冷冷地扯了扯嘴角，对那些往昔不屑一顾。一些陈年旧事，我倒是不太记得了。世子若是喜欢放纸鸢，可以和世子夫人一起踏青，放纸鸢，诉诉衷肠。世子今日怎么没带上世子夫人？连我的吉吉礼都一定要带上的人，现在大婚了，竟然藏着掖着，是怕人抢了去吗？说完，我捂嘴轻笑，转头去问游落雪：武安侯世子夫人是何模样了？3年前能引得世子不顾一切，想必如今定是更加美艳动人才对。池景年原本温柔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，周围的人噤若寒蝉。可贵为郡主的游落雪哪里会怕，还乐得看池景年吃瘪。那可真是太美艳了，好像要把整个武安侯府的金银珠宝全都披在身上。有几个女眷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没忍住
扑哧笑出了声。说起叶婉婉，众人落在池景年身上的目光不再是羡慕和讨好，反而多了些揶揄和幸灾乐祸。池景年的脸色更差了，他的喉结滚动了2下，才勉强挤出轻描淡写的样子。他不喜热闹，正在府中学刺绣。池景年明显不想再提起叶婉婉，立刻转移了话题，却又将矛头指向了我。说起刺绣，青离，你还记得当年送我的荷包吗？苏手引丝心系郎，风情万种树云旁。当初你我的情谊，我至今都记得。池景年冲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让人浮想联翩。他这次是真的激怒了我。荷包是不能轻易能送人的。当年我们定下婚约，他便跑来磨我，非要我亲手绣个荷包送给他，他要日日佩戴在身上。我想着婚约已成，给自己未婚夫做个荷包也是理所应当，哪料到婚事有变，那荷包就成了不明不白的东西。可我不能理解，池景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和我扯上关系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自然不会傻到当众承认。我将茶杯重重砸在了桌子上，发出砰的一声。武安侯世子是不是记错了？能为你绣荷包的只有世子夫人。世子该不会看我太师府好欺负，三番四次找我的不痛快。我语气里的威胁之意显而易见，再傻的人也看得出我发火了。可池景年却仿佛感觉不到一般，他急切地站起来，抽出腰间的荷包，当着众人的面展示。你看啊，青离，这个你还认得吗？我一直随身带着，上面的竹子是你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你说盼我节节高升，百折不挠。就在我要翻脸之际，盯着荷包的人全都笑出了声。我定睛一看，也没忍住，只见那荷包上用上好的红色绣线歪歪扭扭地绣着2个挽字，此等丑陋的字出自何人之手，不言而喻。叶婉婉在兄嫂手下的日子不好过，每日干着粗活重活，鸡鸣便起，日落而息。女工这等细致的活，她哪里会做？这2个字恐怕还是进了武安侯府之后学来的。池景年还没有注意到众人戏谑的眼神，他正轻轻抚摸着荷包，看着我专注又深情。青离，这次你回来就不走了吧？我们那么多年的情分。其实为了避免他说出什么让人误会的话，我赶紧出声打断。世子此言差矣，虽然我从小便在母亲的教导下习得针线刺绣，但在此等佳作面前，穆青离甘拜下风。游落雪第一个抚掌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不少人立刻捧场，跟着笑了起来。哪怕是靠武安侯府吃饭的人，也发出短促的呵呵声。池景年暧昧的话被卡在嗓子里，疑惑地扫视过笑着的众人。游落雪戏谑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在场的人都能听到。武安侯世子的眼光果然特别，就说这荷包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绣出来的，难怪世子对世子妃一往情深，原来是喜好啊！立刻就有人跟着附和，都说池世子爱中世子妃，看来传言不虚，这绣工也确实别具一格，不是我等凡夫俗子欣赏得来的，肯定是喜欢极了，不然怎么会一直佩戴？在下的娘子绣工也是一般，在下就没这个勇气让大家瞻仰。到底是不如世子爷情深意重。池景年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将高举着的荷包放到眼前，一瞬间他的脸色由红转青，由青变黑，就连拿着荷包的手都开始抖了起来。不是这个，我一直系在腰间的。分明是攥着荷包的池景年张了张嘴，似是想解释什么，可话还未说完，又有下人来报。武安侯世子夫人到。笑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门口，就连我心里也产生了一丝好奇。几息之后，一个满身珠光宝气的妇人被丫鬟搀扶着走了进来。叶婉婉的头上戴满了宝石金钗，阳光照射下，闪得人睁不开眼，还以为皇家寺院里的佛像跑了出来呢。我转头看向身边的游落雪，终于明白她刚才的笑为何那么古怪了。到底是小门小户出身，突然荣华富贵加身，恨不得把能穿的能戴的全都挂在身上。叶婉婉一进来就环顾四周，视线落在我的脸上，她明显有一瞬间失神，随后仿佛如临大敌一般，恶狠狠瞪着我。叶婉婉的变化太大了，差点让我认不出来。其实官道英雄救美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她，第一次见她时，我和池景年正坐在画舫上准备游湖，叶婉婉提着刚摘下的鲜花登上画舫兜售。她衣衫褴褛，梳着2条辫子，一张脸小小的，眼睛却大得惊人。那时的她因为常年劳作，浑身都是质朴的气息，可能是第一次踏上华贵的画舫。她垂着头，紧张地攥着手中的花篮，一双大眼睛里满是胆怯，小心翼翼用余光扫视着富丽堂皇的内饰，看起来像某种可怜的小动物。几个风流成性的世家子弟纷纷朝叶婉婉围了过去，他们从上到下打趣她，丝毫不顾她的狼狈。最后是我看不下去，
喝退了那些纨绔。叶婉婉流着泪，感激的道谢。可她道谢的对象并不是我，而是站在我身边玉树临风的池景年。面对采花女的感激，池景年不胜在意，摆摆手就拉着我走。渐行渐远，我回头却看到他还在那里等着。后来叶婉婉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池景年的身份，她日日在池景年会出现的地方蹲守，只要池景年出门，必定能碰见手捧鲜花的叶婉婉。可惜身为世子池景年很难注意到麻衣粗布的普通采花女。池景年一次次走过叶婉婉身边，那双大眼睛追随着池景年远去的身影，变得越来越暗淡。我到底单纯，也将叶婉婉的守候当作怀春女子的憧憬，不需几日，也许就散了，甚至有些不甚在意，因为叶婉婉太普通，她的出身根本就不配成为我的对手。不成想，就是这么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，硬是凭借自己的异乎寻常，得了池景年的青睐。英雄救美，总是让少年人热血沸腾。终究池景年把昏迷在他怀中的叶婉婉抱进了武安侯府。如今3年过去，叶婉婉脸颊红润，身形丰腴，那双大眼睛早已不复当初的怯懦，只是因为眼界让她无法融入世家女眷的圈子里。叶婉婉往前走了2步，头上的钗环布摇叮当作响，太过沉重的头面压得她肩膀颤抖。尤洛雪在我耳边压低声轻笑，上次在贵妃的生辰宴上，她也是这么丢人现眼的，这次浑身上下挂的竟然比那次还多，肯定是专门显摆给你看的。我弯了弯唇角，视线落在了池景年身上，他已经将手中的荷刀捏得变了形，看着叶婉婉的眼神也满是厌烦和愤怒。叶婉婉没敢与池景年对视，她抖了下身上叮当作响的金玉配饰，生硬的给尤洛雪行了个礼后，才转头对我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咱们好久没见了，改日到我武安侯府去坐坐。说到武安侯府，叶婉婉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，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我心里最后那点不痛快也彻底释怀了。这么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实在不值得我耿耿于怀。我微笑冲他点了点头，语气却很不客气。太师府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竟然多了一个妹妹。侯府教规矩的嬷嬷是不是偷懒了？怎么让世子夫人装扮成这样就出来了？周围发出闷闷的笑声。叶婉婉咬了咬下唇，不甘心地反驳：当年世子爷喜爱婉婉，让姐姐丢了面子，现在姐姐怪我也是应该的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冲过来的池景年抓住了手腕。叶婉婉吃痛的惊呼一声，可池景年不但没有收手，反而更加用力。他额角青筋暴起，极力压制着怒意，和刚进门时的冷静自持完全不同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不是让你老实的待在侯府里。叶婉婉疼得说不出话，眼看泪水都要落下来，我冷声制止。这里是郡主给我办的宴席，池世子无论是耍威风还是管教夫人，都该回侯府去。池景年立刻松开了叶婉婉，向我道歉。可是叶婉婉根本不领情，她瞪了我一眼后，轻轻拉了拉池景年的袖口，语气全是讨好。我听说穆姐姐回来了，你们在这里给她接风，正巧今早温泉庄子上送了些新鲜的石榴，给没吃过的各位尝尝鲜。她献宝似的举起一个简陋的小篮子，跟她一身琳琅满目的衣饰格格不入。兄长说石榴寓意多子多福，让咱们赶紧生个小世子出来呢。说到小世子，叶婉婉又瞥了我一眼，扬了扬下巴，可她的得意并没有持续下去。池景年一把夺过篮子，重重摔在了地上，几颗石榴咕噜噜滚了一地，有几人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武安侯世子是什么身份？他的世子夫人竟然拎着一篮子石榴，还当宝贝似的让众人尝鲜。很显然，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，在我离开的3年中，应该上演过很多次。因为池景年已经顾不得形象，破口大骂。我说过今日不准你出府，你是耳朵聋了吗？为什么要出来给我丢人现眼？叶婉婉像是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她惶恐地攥着自己的裙角，极力辩解。我听说宴会是可以夫妻同来的。我记起武安侯夫人过世后，侯爷一直没有续弦，由侯夫人曾经的陪嫁嬷嬷管着侯府。侯府后院干净，也是我父母愿意将我嫁给池景年的原因之一。如今的样子，倒是叶婉婉管家了，可没人叫她该怎么做吗？听着众人对叶婉婉肆无忌惮的鄙夷和嘲笑，我下意识去看池景年，他对叶婉婉的窘迫和畏缩无动于衷，仿佛被人笑话的不是自己的拼命娶回来的人一样。现在他看叶婉婉的眼神全是不耐与嫌弃。池景年沉着脸，甩开叶婉婉的手，就往门外走。走了2步，他又折返了回来，举着捏得变了形的荷包，质问叶婉婉：我原来的荷包呢？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？快还给我！叶婉婉小声啜泣起来：我已经在努力练习刺绣了，这个你要是不喜欢，等我给你绣个更好看的。池景年的眉宇间酝酿着风暴。我问你以前的那个荷包呢？叶婉婉的声音越来越小：那个太旧了，我就烧掉了。荷包砸在了叶婉婉的脸上，
池景年连招呼都没打，大步离开了宴会。宴会结束，我回了太师府，父母见了我格外高兴，看着他们暗暗抹眼泪的样子，我对池景年的厌恶又冒了出来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也不至于离家3载，让父母为我操心。问过我在外祖家的生活后，母亲便将父亲赶走，拉着我小心翼翼地问：梨儿，可还念着武安侯府那小子？我一惊，脑袋都快要成了拨浪鼓。母亲何出此言？当年闹成什么样子，女儿的心再宽，也容不得他那般羞辱。母亲有些犹豫，最终谈起了我离开后的事情。两家退婚后，武安侯就不准叶婉婉进门，还扬言若是娶了叶婉婉，他就不认池景年这个儿子。可那时的池景年为爱冲昏了头脑，他不但从侯府搬了出去，还发誓娶不到叶婉婉，他就再也不回侯府了。父子俩闹得很僵，没过半月，武安侯就赶去了塞北。那一仗虽然胜了，武安侯却身受重伤。回京后，父子俩难得坐下来秉烛长谈。最后，武安侯允许叶婉婉进门，条件是必须尽快生下孩子。池景年以为自己如愿以偿，可不曾想大婚当日，武安侯府就闹出了天大的笑话。说到这里，教养极好的母亲也不由得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。叶婉婉的兄嫂知道妹子攀了高枝，就带着几个侄儿，还有其他一大群亲戚，跑去武安侯府喝喜酒。还没等拜堂，叶婉婉的兄嫂就吵着闹着要增加聘礼。池景年在聘礼上没有委屈叶婉婉，他甚至把侯夫人当年的遗物，一只水头极好的翡翠镯子送给了叶婉婉。武安侯允诺拜堂后再送叶家一套3进的宅子，外加1200银。可贪婪的叶家兄嫂还嫌不够，又怕拜堂后侯府翻脸不认账，于是当着众宾客的面躺在地上撒泼打滚。武安侯世子的大婚，来的客人全都是达官显贵，哪里见过这个架势？户部侍郎家的小女儿甚至被吓出了心计，直接晕了过去，现场一片混乱。这还没有结束，叶家兄嫂还爆出了叶婉婉父母的灵牌，让池景年下跪磕头。你娶了叶家女，就是叶家婿，后拜亡故的岳父岳母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池景年从未想过自己这等天之骄子竟然要跪拜市井小民，他怎么肯跪？愤怒之下，池景年失手将灵牌砸在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叶家兄嫂和亲戚们不干了，纷纷起哄，数落侯府欺人太甚，还闹着要去衙门状告侯府。叶婉婉的兄长更是指着池景年骂道：你和俺家婉婉一样，是个没娘养的，咋就比俺们高贵了？走，去衙门老爷那里评评理。叶婉婉无措地站在那里，她哪里见过这个阵仗，只知道流泪。兄嫂多年来的苛责早已深入她心，即使嫁了世子也不敢反抗。武安侯被气得旧伤发作，吐了血。武安侯府颜面扫地，成了整个上京城的笑话。还有人拿出我当年的集集里说事，他们都感慨万分。若是娶了太师府的小姐，何至于此？到底6礼已过，叶婉婉算是嫁进了侯府，池景年的愿望也实现了。但没过多久，叶家兄嫂就仗着背靠武安侯府，欺男霸女，招摇撞骗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据说他们刚成亲的那一年，池景年为叶家解决了无数烂摊子。叶婉婉的兄长因为炫耀，被人盯上骗去了赌坊，一晚上输得连妻儿都当成了筹码。叶婉婉的嫂子爱财，借着池景年的名声，大肆放印子钱，逼得不少人流离失所。那些远房亲戚更是四处赊账，账房年底一算，竟然比侯府的花销还多了几倍。如果只有叶家闹腾，池景年也许还念着对叶婉婉的感情，咬牙坚持。可奈何叶婉婉也不争气，她什么都不会，却进门就想要管理侯府的权利。她对着侯夫人陪嫁的白嬷嬷，也用上了当初对我的手段，示弱、陷害、装无辜。那嬷嬷怎么会不知道这种小伎俩？可池景年的袒护与不分青红皂白，让白嬷嬷寒了心。她明哲保身，称病告老了。母亲唏嘘不已。叶婉婉说白嬷嬷偷了她的钗子，让人压着白嬷嬷，掌嘴100。白嬷嬷也是侯府中的老人了，侯夫人过世后，她尽心尽力打理侯府，何曾被这样对待过？她去找世子评理，却被池景年下令又打了100下。武安侯住去了军营，白嬷嬷一走，有池景年撑腰的叶婉婉成了侯府的女主人。可她连管家都不会，更何况是偌大的侯府。没有人再去触世子夫人的眉头，自然也没人告诉她如何与京中女眷相交，如何处理侯府事宜。就说上次贵妃的生辰宴，池家这位世子夫人可算是丢尽了脸面。先是把贵妃所出的五公主当成宫女，呵斥公主打扮的妖娆，想要勾引男人，随后又把给贵妃的贺礼弄错，送上的是给邻家老夫人的脖颈。若不是武安侯军功赫赫，叶婉婉那日怕是走不出皇宫。皇帝当众笑称武安侯世子娶了个好妻子，任谁都听得出这是句反话。可偏偏叶婉婉当了真，她美滋滋的谢恩，还夸赞皇帝有眼光。皇帝被气笑了，
池景年跪在地上，汗流浃背。还没回到侯府，池景年第一次动手打了叶婉婉，他怪他粗俗无礼，毫无教养，怪他像个跳梁小丑一般，在众目睽睽下给侯府丢了人。听着母亲的讲述，我的思绪有些飘远。当初池景年选择叶婉婉时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哦，对了，他坚定地说：“穆青离，你从小在锦衣玉食中长大，循规蹈矩，木讷又无趣。可婉婉不同，她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，哪怕生于困苦，也坚韧不拔，耀眼夺目。如今的叶婉婉是不再坚韧不拔了，还是不够耀眼夺目了？当真可笑之极。”母亲见我无动于衷，也放下心来。半年前，那小子开始频繁往咱们府里跑，又是给你爹磕头道歉，又是跪地忏悔，看样子是后悔了。他还明里暗里打听你的消息，那话中的意思竟然是想要休妻另娶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我们怕你心里还有他，稀里糊涂就着了他的道。原来忠贞不渝、海誓山盟的爱情只能持续不到3年的时光。我嗤笑一声，池景年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难怪他在宴席上做出那番姿态，频频提及曾经的情谊，竟是想算计我。他后悔了，我受到的伤害就可以一笔勾销。我摇了摇头，看着母亲沉声道：“这次回来其实是想告诉爹娘，外祖父已经给我定下了人家。”母亲一惊，立刻站起来，拉着我就往外走。“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快跟我去寻你爹，到底是怎样的人家？你可见到了？满意了？那人什么时候上京？”我被母亲拽着，听着他的絮絮叨，心下是一片岁月静好。父亲得知外祖父给我选好了人家，倒是不慌。岳丈家乃是洛阳的百年望族，定不会委屈了梨儿。我在父亲耳边说了名字，他的泰山之姿顿时崩塌，一蹦3尺高，连说话都结巴了起来。这怎么行？哪怕年岁相当，可辈分。母亲倒是两眼放光，抚掌笑道：“确实是个好人选，你见过了吗？那人你可满意？”我感到脸上有些发热，微微点了点头。李成昭是先皇最小的儿子，比当今圣上小了整整30岁。先皇过世，他就将自己的母妃云太妃接到了洛阳封地。刚到洛阳那阵子，表姐怕我想家，就时常带着我去热闹的庙会。游兴正起时，我看到一群纨绔将一人围在中间，那少年清冷孤傲，挺拔如山间崖柏，仿佛对世间一切都不感兴趣。或许是离开了京城，没了束缚，我也放下了循规蹈矩和端庄自持。在其中一个纨绔将手搭上少年的肩膀的刻，我冲过去将人扇到了一边，我霸气地护在少年身前。我警告你们，不要以为人多就可以霸凌他人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像是看妖怪一样的盯着我。那少年眼中更是错愕，还多了一种莫名的情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人竟是福王李成昭。我打的人也是洛阳有头有脸的世家公子。我彪悍的名声悄然在洛阳的世家中流传开。年初，李成昭籍贯，云太妃便为他的婚事操心起来。相看了几家，李成昭怎么也不同意。云太妃恼了，问他想要什么样的。李成昭红着脸说，看上了汝阳周氏的外孙女。太妃大喜，立刻请了媒人上门。我和李成昭被安排见了几面，他站在树下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你打了他们，可就不能打我了。我赶紧点头，当时确实莽撞了，知道他是福王，我又怎么可能再动手打他？可李成昭似乎对我的点头有什么误解，他回去就告诉云太妃，非我不娶。云太妃对我也满意得很，催着外祖父赶紧把婚事定下。他已经在上京的路上了，说要先去宫里请一道赐婚圣旨。父母听到李成昭如此重视我，也都开心起来。我回来没几天，池景年已经以各种理由登门了好几次，我一次都没见过。可腿长在池景年身上，他要去哪我根本管不到。京中甚至已经有了些流言，说武安侯府要和太师府重结连理。父母气得睡不着，扒拉着手指来回算李成昭抵达京城的日子。如果可以，我根本不想再和他们武安侯府有任何交集。林老夫人停棺7期49日之后，要在众多宾客的见证下发丧。池景年和叶婉婉自然也在受邀之列，即使再不想，今天也会见面。叶婉婉今日穿的倒是素净，她也没傻到在别人的葬礼上花枝招展。祭奠完毕，我就和主家告辞，准备离开时被池景年拦住。他垂眸看我，眼中是化不开的哀怨。青离，你为什么不愿见我？碍于吊唁的宾客不少，我不好发作，敷衍地回了他。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私见外男？池景年急切地靠近我一步，我怎么是外男呢？你我有婚约，若是我当年娶的人是你，我厉声打断他，声音里的厌恶连自己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世子慎言，你我3年前就解除了婚约，世子该不会忘了吧？你冲冠一怒为红颜，乃是京中广为流传的佳话。可惜我和李成昭的婚事还未完全定下来，不好拿到台面上说。池景年默默看了我片刻，抬眼远眺，声音萧索：青离，我后悔了，你可不可以
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不该因为我犯了次错就断得干净。我无动于衷，默默将脸撇到一边。池景年换了一边，继续哀求道：“青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时我年少轻狂，不懂感情是何物，错把一时的新鲜当成了真爱。3年来你也不曾许配人家，难道不就是因为忘不掉我，等我回心转意吗？我知道你怪我及笄礼上让你落了面子，我答应你，一定重新给你个盛大的婚宴，把当年你丢失的面子全都补回来。”他嘴角蔓延出苦涩，像是要把这几年的辛酸全都向我吐了一遍。至于叶婉婉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早就想要休弃她了。从她嫁入侯府，就把侯府搞得鸡犬不宁。她家那些亲戚几乎每日都要上门打秋风，她的兄嫂更是泼皮无赖，就连她自己也只会给我侯府丢人现眼。我再也听不下去，放弃离开的想法，快步走到人群里。一众宾客的簇拥下，池景年再怎么着急也不好纠缠，他只能在人群外恋恋不舍，等了我一会就离开了。我观察了一下四周，打算趁所有人不注意溜之大吉时，叶婉婉又拉住了我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这还有完没完了？她的眼眶通红，咬牙切齿地问我：“穆青离，你也在看我的笑话对吗？我是没有你的出身，没有你的才华，可这一切能怪我吗？我想让自己过得好，想不被人欺负，不受人白眼，我有什么错？”她大概是看到了我嘴角的讥笑，声音拔高了几分：“是，我是抢了你的未婚夫，可池景年是我唯一能攀上的捷径。你有疼爱你的父母，有万贯家私，就算没有池景年，你一样可以嫁给良人，高高在上。我呢，我只有池景年了，我们都成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啊？你为什么不一直待在洛阳？你为什么回来抢我的夫君？”他语无伦次的指责让我不耐烦了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如果你只是来和我抱怨这些，那么我就先走了。”见我逐渐不耐烦，叶婉婉总算是找回了些理智，她抹了把脸上的泪水，眼里满是怨毒。池景年说：“当年是因为我让你丢了面子，他要我必须亲自来和你道歉，并且告诉你他会将我贬妻为妾，然后娶你为妻。娶你为妻，你满意了吗？”我皱了皱眉：“你居然答应了？”叶婉婉的眼泪又落了下来。不答应的话，他就要休妻，彻底不要我了。我不想离开侯府，我不想再过以前食不果腹的日子。我兄嫂要是知道我被侯府休妻，他们肯定会把我卖掉。他打了个寒战，恳切了几分：“你进府，我不和你争了，只要你能让我日日见到世子，并且不能赶我走。”我叹了口气，看向狼狈的叶婉婉，说：“她有点小聪明也聪明，企图高攀，也确实傍上了池景年。可是说不聪明也不聪明，若是嫁入侯府后，虚心和白嬷嬷请教，未必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当家主母。只要她用心去学，早晚也能融入京城女眷的圈子。可她偏偏在抓住一个机会后，又丢掉了所有。”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反而轻轻说：“你们少一个孩子，侯府那么大，需要一个继承人啊。”叶婉婉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我知道她听懂了。再过几日，李成昭就要来了，太师府上下张灯结彩，比过年还要喜庆。就在这么喜庆的氛围下，池景年带着武安侯上门了。武安侯的面色颓败，原本高大的身躯也显得有些佝偻。我想起尤洛雪寄来的信里说过，武安侯的伤势反复，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，想要上战场实在无可能了。武安侯的姿态放得很低，刚进门他就一脚把池景年踹跪在地上：“穆大人，当年都是我这顽劣小子不懂事，我带他过来赔罪的。”池景年二话不说，额头戳地，狠狠磕了3个头。像他这么高傲的人，他是第一次拉下脸面。武安侯又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审视：“青离长大了，听说你外祖家对你很好，但洛阳不比京城，你爹娘也舍不得你再走了吧？”我端庄地向武安侯行礼后，一句话也没有多说，退到了父亲身后。武安侯有些尴尬，笑着给自己解围：“太师府的教养就是好，不知谁家有福气，能娶来这么好的姑娘。”父亲并未接话，而是笑着请武安侯落座，聊起了近日朝中的事情。3盏茶的功夫过去了，父亲依旧兴致正浓，跪在地上的池景年却难受了。他不自在地挪动了下身体，双手慢慢握成了拳。除了祭拜祠堂，他从未跪过这么久，难堪逐渐爬上了眉梢。武安侯看了眼明显不耐烦的儿子，又看了看低眉顺手站在父亲身后的我，他叹了口气，打断了父亲的高谈阔论：“穆大人，今日在下前来，其实是有个不情之请。”父亲呵呵一笑：“既然是不情之请，那就不要说了吧。”武安侯倒是没料到父亲这么不给他面子，硬是拆了台阶不让他下，他只能顺着自己的话说下去。景年他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毕竟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了，就让他过去吧。青离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要不，他有些难以启齿，最后硬着头皮继续道：“要不就把青离嫁给景年吧。景年以前那段婚事不作数，青离与他的婚约在先，才是真正的原配妻子。至于叶氏，我会把他安排到庄子上，绝不会让他出现在青离面前碍眼。”父亲的笑意冷了下去，
他将手中的杯子砸在了地上。武安侯真是好算计，是羞辱我太师府一次还不够。3年前，我好好的女儿被你儿子退婚，坏了名声。如今你还敢舔着脸上门求娶，我劝你们收了这心思。我女儿就算是不嫁人，我太师府也愿意养她一辈子。池景年猛地从地上站起来，他没有理会父亲的拒绝，对着我不满的怒斥：我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也承诺给你一个盛大的婚宴，你为何还要为难我们？你早晚都要嫁给我，这般任性岂不是坏了你我夫妻情分？我父亲都保证叶婉婉不会碍你的眼，你还在计较什么？你已年满18，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你？我在父亲开口之前走到武安侯身边，拿起他桌上的杯子朝池景年砸了过去。洛阳盛行投壶，3年下来，我的投掷技巧炉火纯青，茶杯不偏不倚正中池景年的额角，鲜红的血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。你怎么敢？在池景年震惊的眼神中，我一边擦着身上被溅到的茶渍，一边讥讽道：野狗打一棒子都知道跑，池景年，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，非要我把话说得明白？端的是世家公子做派，这痴缠做作的样子，倒是像极了南风馆里的小官。时隔3年，我将当年他说过的话如数奉还。池景年的面色涨红，气得浑身都在颤抖，但他显然已经想起了这话的出处，发作不得。武安侯阴沉着脸站了起来，周身散发着戾气。既然令爱不愿意嫁人，那就一辈子在太师府尽孝吧。本侯就想看看武安侯府得不到的人哪个敢娶。他狠狠刮了我一眼，话里充满了威胁之意。池景年用手背抹掉了额头的血迹，也附和道：父亲说的是，父亲战功赫赫，岂是蜗居京城的太师府能比？穆青离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京城里谁敢和武安侯府作对？你不嫁我，谁敢娶你？待到你父母过世，无依无靠，古佛青灯就是你最后的归宿。池景年咬牙切齿，和3年前那个逼我退婚的模样重叠在一起，沉稳自持都是假象，他依旧是那个眼高于顶的侯府世子，从未变过。我摸了摸腰间的玉佩，是临走时李成昭亲手为我戴上的。我太师府就算比不得武安侯府，也是京中数得上的人家，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没人愿意娶我？池景年以为我在强装镇定，他再次警告我：穆青离，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话音未落，一道洪亮的声音传进了每个人的耳中。圣旨到！内监总管捧着明晃晃的圣旨走了进来，众人都赶忙上前，呼啦啦跪了一地。圣旨里，皇帝夸赞我端庄贤淑，会内秀中，是京中贵女的典范，将我赐婚与福王李成昭，并于年底前成婚。在武安侯父子俩震惊的眼神中，太监总管收起圣旨递给我，向父亲恭喜道：穆太师好福气啊，多少人盯着福王妃的位置呢，没想到竟然落在了太师府。待到王妃成亲那日，咱家要来讨杯喜酒吃。父亲笑称不敢当，往太监总管的手里塞了一包银子。我捧着圣旨就要去祠堂供奉，却被冲过来的池景年拦住。他眼神凶狠，仿佛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。福王，你何时与福王暗通款曲？好啊，穆青离，我就说你为何不愿嫁我，原来是早有了新欢。你可真是好手段，竟然能哄得福王求来圣旨。我看着他暴怒的样子，轻笑一声：池景年，3年前闹着退婚的人是你，我凭什么要为你这种言而无信的小人等待？世子爷倒是霸道的很，只准自己抱得美人归，却不准我另嫁良人。池景年低吼：叶婉婉不会是你我之间的阻碍，为了你，我愿意休了她。可你与福王有私，怎么对得起我？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你休弃叶婉婉与我何干？你退婚那日就该知道，我此生都不会再嫁给你。池景年拼命摇头：不，我那只是一时糊涂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你心里有我，会一直等着我。将内监总管送走的父亲折返回来，抚着胡须，斜瞥着武安侯：老夫的女儿没人敢娶。年后，武安侯见到小女，怕是都要尊称一声福王妃了。父亲，池景年转头看向武安侯，眼圈微微泛红。您不是也一直劝我休掉叶婉婉，求娶穆青离吗？您去面圣，就用您的军功换一道圣旨可好？陛下肯定会看在您为国朝戎马一生的面子上，收回给福王的圣旨，把穆青离赐婚给我。穆青离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只能嫁给我。武安侯正要回答，却听得身后一声冷笑。武安侯世子真是好大的脸面，竟要抢本王的王妃。一身玄色锦袍的李成昭款步走来，在我身旁站定，他腰间的玉佩与我的正是一对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佳偶天成。李成昭没有去理睬池景年的不甘，也没管武安侯隐忍告罪，他只是低头看着我，轻声解释：今日被皇兄多留了些时辰，刚出宫我就赶来了。我在他的瞳孔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，那么清晰，那么无瑕。我朝他笑了笑，他眼里顿时盛满了星光。福王可知，穆青离是在下的未婚妻，不知死活的池景年还没有放弃。李成昭转头看向池景年时，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漠淡然，
皇室养出的金贵之气，压得人抬不起头。哦，青离是世子的未婚妻，那么婚书可在？池景年咬了咬牙，没有吭声。李成昭又问，那么信物可有？池景年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当年他退了婚，婚书和信物自然全都归还，既没有婚书，又没有信物，空口白牙就诬女子轻狱，你可知罪？武安侯立刻挡在池景年身前，向福王请罪，都是犬子胡说，请王爷和王妃见谅。在下这就带犬子离开，回府后定会严加管教。他倒是个会见风使舵的，但李成昭并没打算放过他们。刚才听到世子的话，是想请武安侯进宫，用军功换赐婚的圣旨。可我听皇兄说，武安侯上次用军功换了世子夫人的兄嫂活命呢，武安侯的军功怕是不够用了呢。池景年的面色惨白，当初叶婉婉的兄嫂闹出了人命，大理寺要依法惩治凶手。那时池景年对叶婉婉还有感情，看着自己好不容易娶回府的妻子痛哭流涕，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他说动了武安侯，用军功作为代价进宫向皇帝求情。武安侯父子俩离开了，父亲母亲盛宴款待李成昭，他一杯杯喝下父亲递过来的酒，没有半分犹豫。直到我离席，还听见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向父亲承诺着什么。我与李成昭大婚那日，武安侯府没有人来，听说世子妃有了身孕，忙着要休妻的世子并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但武安侯不同意，哪怕叶婉婉不堪，可孩子却是侯府血脉。武安侯的伤势更严重了，他几乎下不去床。皇帝为了安抚他，允许侯府不降等袭爵，却拿走了他的军权。一夕之间，围着池景年的那些世家公子不见了，讨好武安侯府的商户也没了踪迹。听闻妹子要被夫家休弃，叶家兄嫂害怕失了靠山，故技重施，上门大闹。这次池景年没有再给任何人面子，他下令打残了叶家兄嫂的双腿，丢出了门外。而叶婉婉上前制止，拉扯间被池景年推倒在地，未成形的孩子就这么没了。武安侯一气之下吐血不止，人再也没有醒过来。皇帝听后大怒，斥责池景年不孝不悌，在武安侯头七那日收回了武安侯的爵位。池景年成了白衣。年关刚过，我和李成昭就要回洛阳了，有外祖家照看，父母倒是没有半点难过，反而催着我们尽快诞下子嗣。我挥手和他们告别，马车驶动的一刻，我看到了一个消瘦的身影。池景年站在雪里，满眼悲怆，风中传来了他的声音。他说：青离，我后悔了，求你别走。我毫无波澜地放下窗帘，窝进了李成昭怀里。云太妃早就来信，说备好了我最爱吃的鲈鱼，就等我回去了。